学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第5章第4节的内容，注水工艺。我们重点讲授分层配水技术。注水的基本任务就是将处理合格的水经注水井按需要量注入到具体油层。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实际所需的工艺参数设计注水泵系统，确定合适的注水工艺，为克服吸水能力下降而选择合理增注措施。注水按照注入量可分为油管注水和套管注水，以及油套管同时注水。按照是否分层可以分为笼统注水和分层注水。注水工艺可分为笼统注水和分层注水。笼统注水主要用于不需要分层、不能分层的注水井，或者是注聚合物井，是注入管注中最简单的一种。而分层注水是根据不同油层的特点以及层与层之间的差异，为了比较均匀提高各个油层的动用程度，控制高含水层水量，增加低含水层水量而采取的工艺措施，是老油田挖潜改善开发效果的关键措施。目前大约有 50% 的注水井都采用分层注水方式。分层注水技术的核心是以分层吸水能力为基础，按开发要求设计分层注水管注和分层配水量。下面我们从分层注水管注和分层配水技术2个方面加以介绍。分层注水管注一般分为2类，同心式注水管注和偏心式注水管注。按配水器结构一般分为3类，即固定配水管注、活动配水管注、偏心配水管注。首先我们介绍同心式配水管注。同心式注水管注主要包括固定配水管注、活动配水管注和同心集成式注水管注3种，如图所示。固定配水管注技术上要求各级配水器启动压力必须大于或等于封隔器作风压力，以保证封隔器作风。活动配水管注主要由扩张式封隔器和空心配水器组成。同心集成式细分注水管注在同心集成式注水管注基础上开发的，它是以主体封隔器的中心管作为配水器的工作筒，每个配水器控制2个分层注水层段，该管注可实现4个层段以内的分层注水。2. 偏心式注水管注。偏心式注水管注主要包括普通偏心式和桥式偏心式，如图所示。偏心式注水管注的优点在于：第一，分层数不限，可以单独调配任意层；第二，内通径一致，便于测试验封；第三，封隔器下井保护，头牢测试成功率高；第四，有利于吸水剖面测试已通过。偏心式注水管注的缺点就是头牢测试需要配水器间距大于8米，不适合于多个薄夹层细分。其次是斜井头牢测试成功率低。现在我们说说分层配水技术。分层配水必须利用分层注水指示曲线和嘴损曲线，不同油长、不同注水井、不同时间，分层指示曲线不同，而且不同种类配水器的嘴损曲线也是不同的。分层配水的核心就是选择井下水嘴。首先介绍分层注水指示曲线和嘴损曲线。分层注水指示曲线是注水层段注入压力和注水量的关系曲线。同一层段在同一时间或不同的时间，它的指示曲线是变化的，反映了油层吸水能力的变化以及井下工具的工作状况。配水嘴尺寸、配水量和通过配水嘴的节流损失3者之间的定量关系被称为嘴损曲线。嘴损曲线可以在实验室通过地面模拟试验来确定。试验时固定嘴前压力，然后控制出口改变回压，以求得不同压力下的流量。现在我们再说说井下水嘴的选择。注水井的分层定量配水是通过配水嘴来实现的，其实质就是在相同井口注入压力下，利用配水嘴节流损失大小对各层段的注水量进行控制，达到分层配水的目的。因此
可以通过配水嘴需要降低的压力值来求得配水嘴尺寸。有3种方法可以选择水嘴，即嘴损曲线法、原理推算法和简易计算法。注水存断配水嘴尺寸的选择分2种类型，一是新涂注井进行配水，二是以涂注井进行水嘴调配。新涂注井进行配水时，一般采用嘴损曲线法；以涂注井水嘴调配，一般采用原理推算法。下面对3种方法分别加以说明。一、嘴损曲线法。嘴损曲线法选择水嘴的步骤如下：一、根据测试资料绘制分层指示曲线，如图所示。二、在分层指示曲线上查出与各层段配水量 QD 相对应的分层井口配注压力 PD。三、用设计好的井口注入压力减去分层井口配注压力，得到各层段的井口嘴损压差 PCF。四、根据各层嘴损压差和需要的配注量，在嘴损曲线上查得水嘴尺寸和个数，如右图所示。二、原理推算法。原理推算法一般用于以下配水管注的井，经过测试水量达不到配注方案要求时，需要立即进行调整。调整步骤如下：一、根据测试资料绘制真实分层吸水指示曲线，按有效井口压力绘制。二、根据实际注水量 QD 和分层配水量 QS， 在真实分层指示曲线上查出与实际注水量和配注量相对应的分层井口配注压力，二者压差即为嘴损压差 ΔP。三、在嘴损曲线上用实际注入量和原水嘴尺寸 D0 焦点所对应的嘴损压力，按 ΔP 的正负向上或者向下截取 ΔP 与配注量相交于某一水嘴尺寸 D 一，这一水嘴即为该层所要求调配的水嘴，如图所示。三、简易计算法。对于调整水量不大的层段选配水嘴直径，还可采用 PPT 上的公式进行简易计算。该方法与原理推算法结果相差只有 0.1 到 0.2 个毫米。本节我们主要学习了注水工艺方面的相关内容，重点对分层配注做了讲解。没讲授的内容请同学们自学，同时可以参考相关文献进行学习和补充。